總決賽嚟到關鍵一戰，勇士終於順利擊敗綠軍，奪得 NBA 總冠軍。今日就同大家睇下 Game 6嘅戰況，以及探討一下勇士同埋綠軍嘅未來。最後就講下 Channel 喺接落嚟嘅休賽期嘅動向係點樣呢？綠軍 Game 6回到主場，面對勇士進行生死一戰。面對住獲勝即奪冠嘅勇士，佢哋呢場唯有背水一戰。比賽一開始，兩隊沿用上場嘅正選陣容，綠軍一開場 Al Horford 就打到去籃底，搏到2球罰球。而佢哋整隊開局嘅手感都唔錯，雙探花亦1人1球外線，再加上壓迫性嘅防守，令綠軍打出14-2嘅開局。但隨住 Steve Kerr 一個暫停，並將卡邦農尼放上場，綠軍喺之後嘅10分鐘就只能攞到10分嘅啫。而勇士更加開始揾到感覺，由 Andrew Wiggins 同埋 Klay Thompson 連環開火，助勇士將比分收窄。尾段隨住 Curry 同埋 Draymond Green 嘅外線開火，更打出11-0嘅進攻高潮，反超綠軍，以27-22領先5分，完成第一節。第二節開始，勇士就憑住 Andrew Wiggins 同埋 Jordan Poole 聯手打出10-0嘅攻勢，直接將比分拉開到去雙位數嘅差距。雖然綠軍有 Tatum 同埋 Brown 打出攻勢嚟止血，但係 Curry 同埋 Green 就再次喺第二節尾段乘勝追擊，再次打出一段15-2嘅進攻高潮。助勇士半場以54-39領先綠軍進入下半場。到第三節開始，勇士更加得勢不饒人，以 Curry 同埋 Otto Porter Jr. 為首，4入5球3分，為勇士拉開到去22分嘅分差。好彩喺中後段，綠軍有 Robert Williams 同埋 Marcus Smart 跳出嚟，帶隊打出15-2嘅攻勢，為球隊重燃希望，令到比賽不至於提早進入垃圾時間。去到第四節，綠軍嗰邊多次有人跳出嚟嘗試追近比分，但奈何勇士都有人能夠出嚟回應，並隨住 Curry 最後嘅3分，為球隊確立到去15分嘅領先優勢，為系列賽正式畫下句號。勇士成功擊敗綠軍，奪得2021至2022賽季嘅總冠軍。Curry 亦終於得到佢一直都未能夠獲得嘅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去到 Game 6，其實兩隊都已經接近極限，能夠調整嘅手段都唔多，比嘅就係雙方嘅意志同埋臨場狀態。而今場綠軍一開始就搏老命 ，Al Horford 喺籃底又爆 Klay Thompson，又爆卡邦農尼，一有空間進攻籃底佢都會打入去，完全將呢一場波當成自己生涯最後一場波嚟打。而防守端佢哋亦一開波就拉滿強度，喺夾擊 Curry 之餘，更加同時以高速輪轉限制其他嘅球員。佢哋喺放 Curry 同埋放其他人呢兩個選擇之下，選擇咗第三個答案，我全部都要晒。呢種強度亦的確一度壓制咗勇士嘅進攻，但可惜選擇咁高負荷嘅方式嚟打波，其實對自己嘅傷害都係十分之大。佢哋喺第一節冇耐就已經慢慢應驗。首先，佢哋好快就令到自己嘅過犯數字太多，令到佢哋不得不放後備上場。但當佢哋換上其他後備球員上場嘅時候，後備球員都難以承接到正選喺場上嘅防守強度，而正選一直用咁高強度嘅方式嚟打波嘅話，佢哋嘅體力亦根本難以撐到比賽後段。顯然地，其實綠軍球員嘅疲態亦好快展現出嚟。而當勇士能夠頂住佢哋嘅進攻，適應佢哋嘅防守嘅時候，佢哋手上嘅底牌其實基本上都已經用晒。而勇士嗰邊就百花齊放，每位球員都盡顯爭冠嘅決心。Curry 依舊不斷跑動為隊友帶走防守， Klay Thompson 即使手感欠佳依然不斷投射， Andrew Wiggins 亦能夠防住 Tatum， 進攻時亦能夠適時作出回應，而 Draymond Green 更加射入系列賽嘅第一球3分，進攻侵略性亦比以往有所增加。後備嘅 Jordan Poole 亦能夠好好發揮自己嘅得分爆發力，為勇士嘅進攻續航。就喺團隊各司其職嘅情況之下，勇士就順利擊敗綠軍，奪得 NBA 嘅總冠軍。3年前 Curry 喺輸咗俾速龍之後，無奈咁樣坐喺地下。但係3年後 Curry 重踏呢個舞台，同老隊友一齊達成3年前未能夠達成嘅事。呢座冠軍含金量我唔敢話係高定係低，但係呢座冠軍嘅意義就唔係輕易能夠用3言2語可以形容到。佢唔單止代表住 Curry、Thompson 同埋 Draymond Green 等元祖3巨頭終於圓夢，亦代表住勇士新舊世代嘅交替。
更加有 Andrew Wiggins 證明自我嘅味道。而 Stephen Curry 個人嚟講，除咗歷史地位會隨住呢座冠軍同埋 Final MVP 再度提升之外，呢座冠軍亦印證咗佢無私嘅態度，陪住球隊走過高山低谷，等到拍檔康復再恢復狀態。即使外界不斷質疑自己嘅好兄弟，依舊不斷喺關鍵時刻傳波到佢手上，主動爭重，加強防守，願意打後備，成全隊友。身為超級球星，都仍然為隊友創造更好嘅出手機會，不斷無球跑動。喺呢座冠軍之後，無私同埋忠誠已經成為咗 Curry 嘅代名詞。而勇士佢哋下年基本上都能夠保留原有嘅陣容，榜眼 James Wiseman 下年亦能夠出戰，理論上佢哋下年嘅戰力將會更加之強，爭取連冠亦絕對係有可能發生嘅事。而綠軍嗰邊，佢哋下年都仍然能夠保留主力陣容，相信東岸嗰邊未來幾年都會係佢哋同埋公鹿嘅天下。可唔可以再進一步，都係要睇下雙探花嘅進步。雙探花今年嘅進步，相信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但要論奪冠，顯然都仍然未足夠。當中特別要講下 Jason Tatum， 面對住呢個曾經連 LeBron James 都束手無策嘅防守包圍網， Jason Tatum 嘅進攻手段同埋出波能力都顯得十分之幼嫩。佢雖然有住呢個年頭最受歡迎嘅身材，而且運動能力都唔錯，整個 package 都係十分之適合喺呢個世代打波嘅。但奈何佢俾人夾擊嘅時候，處理波嘅能力都有所不足，令到佢經常出現嗰啲無謂嘅失誤，而且第一時間嘅進攻都唔夠堅決，不時都會見到佢飛嚟飛去都仍然射唔出，而且佢第一步嘅爆發力以至核心肌群嘅力量都好似略為不足，令佢未能夠擺脫對手之餘，喺對抗嘅時候都比較容易失位。接下來嘅休賽期，Tatum都有需要喺呢幾方面作出改進，但係心態上就更有一點係需要佢自己作出調整嘅。喺總決賽好多時都會見到佢將好多嘅負面情緒放喺塊面度，當球證冇響雞，射失一兩球，以至係隊友嘅溝通失誤，佢身上都會有好多肢體動作同埋表情展示到佢沮喪甚至係抱怨嘅心情，更加令佢嘅進攻喪失激情。或者佢仲夠後生，情緒都比較容易波動，但長遠嚟睇，對佢爭冠都冇任何嘅幫助。或者呢次嘅落敗對佢嚟講都唔係啲咩壞事，至少能夠俾佢了解到自己有啲咩不足，俾佢從對面嘅 Curry 學習一下點樣先至算係一名超級巨星，對佢嘅將來相信都會係好事。最後就講下 Channel 喺休賽期嘅動向會點啦。嚟到休賽期，當然會講下一啲交易消息，探討一啲球隊嘅未來發展，而我自己都會做多啲球員故事嚟增加影片嘅可持續性。但做球隊發展同埋球員故事嘅片都需要比較用多啲嘅時間，所以休賽期應該都會改為1星期2片，一條片就主要講前一個星期嘅交易消息同埋留言，而另一條片就講下球隊嘅發展或者係球員嘅故事。而大家又想我講啲咩球隊呢？而球員故事方面，又想我做退役咗嘅球員啦，定係現役嘅球員呢？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知。除此之外，我亦開咗一個新 channel， 今次呢個 channel 講嘅嘢同籃球完全冇關，內容主要係探討一啲未知生物或者神秘事件，係主打探秘嘅 channel。當然都只係純粹分享嘅性質，內容未必完全正確。有興趣嘅觀眾歡迎嚟到新 channel 嚟睇下，當然訂閱埋同埋分享俾其他人睇下最好啦。不過大家都可以放心，我都係主要會以裝置啲籃球為主，副 channel 暫時都只會1星期1條片嘅啫。想睇籃球嘅大家都唔使擔心。今日就講呢度，歡迎大家留言討論，記得支持。再次感謝各位觀眾，我哋下次再見，拜拜。